几内亚发生了政变，这是不是野鹅敢死队的情景再现？而中国的铁矿石利益又会受到多少冲击？各位网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刘小飞。几内亚这次政变发生以后呢，很多媒体对此表示了关注。一般的正规媒体对政变进行报道的时候，都强调了中国官方的态度，希望几内亚能够恢复稳定。不过呢，也有很多自媒体自发地承担了一些侦探的角色，开始尝试挖掘一些背后的信息。不过呢，还跟以前一样，就是一个自媒体发现了某个线索，做一个推论，然后全网几乎所有的媒体，大家都号称发现的是同一条线索，得出的同一个推论。所以我看到群里边很多人转文章转的文章也是千篇一律，认为这个事儿就是美国在背后指使，目标呢就是让中国在几内亚投资铁矿这事儿泡汤，损失140亿美元。根据呢就是发动政变的人在美军那儿参加过培训。这个说法呢还真不能说没有依据，为了争夺资源的控制权，搞各种代理人战争或者政变都不是什么新鲜的戏码。当年还有一部电影叫《野鹅敢死队》。那片子值得一看，一水的国际大明星参加演出，全是动作硬汉，就是嘲讽了欧洲某些国家为了矿产利益制造政变，而一旦获取利益之后，马上又能够翻脸，抛弃雇佣军，杀人灭口。影片最后呢，肯定是按照一些个老的套路嘛，一帮老动作明星要救出非洲那国家的前总统，揭露了欧洲政府阴谋，还要杀回欧洲找那些高官报仇雪恨。所以呢，如果说这事儿背后有欧美国家的阴谋，欧美国家自个儿老百姓、自己的电影观众都会深信不疑。不过呢，阴谋论归阴谋论，电影归电影，真要判断出一个事情，需要看清的因素就很多。光看政变领导人在美军学习过，就说一定是美国在背后操作，这个依据不充分。这是文艺范小说家、影视剧作者的作风，可不是国际关系学者的思维方式。因为接受过美国训练，但是反美的人也不少，比如说伊拉克等地训练之后打美军的事儿都不是一次。那么真要判断这个事儿是不是美国搞的，就要看这个政变对谁最有利。特别重要的是，到底对中美两国的影响是什么？对中国来讲，当地的铁矿是我们非常看重的。政变之后这几天呢，几内亚已经组成了临时政府，各个政府部门还是靠原来的副部长继续留任，而中国相关企业也反映对中资投资影响微乎其微，不见得我们的铁矿生意受多大冲击。而且呢，对美国来讲，铁矿产能如果大幅度降低，钢材成本上涨，对美国自己也非常不利，因为这些成本美国自己也要跟着消化，特别是美国最近刚刚批完了大搞基建投入，钢铁价格上涨，不是美国人自己砍自己吗？至于说几内亚这个价值140亿美元的矿产资源，它一定要找到买家才能够变现。能够吃下这么多铁矿，不找中国，他找谁？连印度铁矿都盼着中国照顾生意，所以就算是美国扶植一次政变，扶上一个亲美的政府，跟中国做生意这事儿也没什么商量的余地。当然了，我这也仅仅是个人的分析，不能保证这个分析就一定是对的，因为我也没法做到保证自己的信息来源就一定的准确和充分。但是我也不认同仅仅通过一条消息就做整个事件的分析和判断。所以呢，我自己感觉要想看清楚一个事情，前提就是要有足够多的信息，并且要有这个习惯，从多个角度看问题。否则，仅仅依靠没有必然性联系的所谓依据进行任何的判断，最多只能算是猜疑，不能叫做揭秘，更不能叫他们实锤。这么写文章的习惯呢，有可能是考虑问题缺少经验，也有可能这么干就是为了吸引眼球的生意。好。关于几内亚政变背后到底是不是有人做鬼，今天呢我们就说到这里，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栏目，我们下期再说。